因为演员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哪怕看了10000遍的剧本，我觉得你没有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，你没有去跟你的对手演员去演戏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还是停留在一个想象当中，就是你还是不能让这个角色的灵魂真的是住到你的身体里面来。尤其拍得很累的状况之下，有时候会力不从心，那个是会让我再重新归零去检视自己的。1、2、3。我们在片场就是会相互的拍照啊，跟君令姐、君美老师。太后穿越很花样。后女人是谁？取不开。那大家后期的时候在现场就会变得有一种摄影社的感觉，就不拍的时候，啪，每个人专业相机都拿出来，桌上都在比专业的，然后一拍的时候就赶快收下去，然后我们就会分享照片啊，咔，然后我们那天开玩笑说，我们戏里最不缺的就是剧照师。所以我希望的是，这一段人生经历在每个人的记忆当中都有一个独特的位置。那它对于我来说也是。好玩的事情，我觉得太多了。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种苦中作乐，大家都会自己就是创造一些乐。8个月不是8天，这人都是情感。在这一部戏里，我觉得发生的所有的事情，我觉得将来我回忆起来都会是很美好的记忆。朝夕相处，哭啊、笑啊、闹啊都在一起，还特别舍不得。我们之间是存在革命友谊的嘛，所以其实一起奋斗了这么久，然后有那么多好笑的段子，然后又一起淋过雨，一起就是长途跋涉过，我们又去坝上拍嘛，然后也一起经历过风沙啊，其实这种都会有一种情感上的不舍。其实这部戏印象最深的，我觉得拍的不是戏，拍的是心态，像上了一个学校一样，我觉得比任何的表演学校都有用吧。真的不想杀青，我就是想能再多学一点，或者是能在戏里戏外啊得到这些情感能再延续，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。这8、9个月，大家确实好像生活在这个宫廷里面，然后不管是私下，都会带有一些戏里面的感觉啊。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，这也是我们往后会很怀念的一件事情。每个女人在死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华彩篇章。我每个嫔妃都不管多恶，都拍特别美，多元化的塑造了女性群像。那我觉得女性自觉的意识是很多人在追求当时入宫的动机，同时感觉到了这种悲剧性的力量，因为他们想获得的东西其实都实现不了。说，你这样是看不见西方殿的，看不见也得看啊。儿子是为娘的命。就是这个女人真的是很可怜啊，又没有男人的疼爱，然后唯一的指望孩子又被皇上唾弃啊，甚至出4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很悲哀。曲有误，周郎顾，蕊姬绝唱。奕欢第一次见到皇上那天，我们大家一起去看了一场烟花，因为奕欢他在讲说，这烟花虽好，也是热闹，但若做人都只能像烟花一样，热闹了这么一时就要回归寂寥。我就觉得听着这句话好像白日记啊，就只有一刹那的光芒，什么都没有。实际上，奕欢是一个绝绝对对，他就是爱乾隆。从他见到他的那一刻起，他爱他的那个东西就是很真实存在的，所以他不能够接受梦破碎了这个事情。最美的是西月了，是吧？风笛在他眼前那种，那个弄一个孔雀在他旁边，其实就是在讲一个笼中鸟的一个概念。他突然就觉得他活着这一辈子最后那一点希望都破灭了。所以后来他也开始要把兰花拉下水，要去告诉皇上兰花这些罪行。今生的事还未定，
皇后就想着后世的因果，难怪你在昏迷的时候一直喊着一报还一报。没想到皇上在他临终前竟然还在就逼问了他，就是留不住了。皇上，对于皇上的失望，但是呢，即便是失望，在他心里面，那皇上还是她的丈夫。皇上，皇上。金元的死在前面梳他的头发，然后一点一点的。他这么多年一直坚信的东西全都坍塌了，不只是从世子那儿，还是乾隆那儿，这个人绝望了，到最后来都像个笑话，像个骗局一样，自己像个傻子一样。主，喝汤了。其实魏延婉，她的智商、情商双双都很高，因为受尽欺辱了，所以后面有报仇，各方面的情绪压制自己。一步错步步错，没有回头路。但是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，我为他流泪了。我觉得燕婉很可怜，有时候很可恨也很可怜。如果拍这么多嫔妃的死都挺漂亮，但如懿的怎么死我一直想不好。如懿在那个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怨恨，包括她最后要烧掉自己所有的东西，跟这个后宫脱离掉各种关系，她不留一点痕迹。就是他走得很安静，他已经把他该做的事情做完了。皇上，懿坤姑娘娘轰了。如懿的离世是让我觉得那个东西是太复杂了。有我自己的自责、内疚，还有太复杂的东西在里面了。还有，我再也回不去了，我再也回不去跟他那样的时光了。因为人生总有遗憾，反正他也在宫里，他也出不去。我晒着月亮我就走了，不挺好？对，所以其实他不是我不觉得他是很悲剧的，他很好。我觉得他就是他是一个善终。他离世以后，每一个人在城楼上面，那个情绪很复杂。我之前也没有那样演过戏，因为我们拍了那么长时间，我们经历太多事情了。到那一刻发生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不能接受的，也是非常非常痛的。臣妾只希望和皇上长长久久的，能多长久就多长久。臣妾总和皇上在一块儿。我很庆幸我有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经历，我体会到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物的一个喜怒哀乐。哪怕是一个世人眼中失败的皇后，不成功的妻子，一个深宫中的落败者，她身上也有着非常美好闪光的一面。她做着那个时代很多人不敢做的事情，自由、自在和追寻。坚持。而《如懿传》可能更多的探讨的是人性，没有绝对的好人，没有绝对的坏人，就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，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角度。就心无执念，就他在就珍惜，不在了就让他好好的在。这部戏所有的演员都尽了所有的力气，我觉得那就够了，那就够了。我觉得《如懿传》它就是《如懿传》，独一无二的《如懿传》，能让你静下心来去欣赏的一部戏。它可能是更多的是娓娓道来。我希望观众来做一个爱情文艺片来看。以我们现有的资源和我们现有的美学追求，我们希望成为一个凝结着我们心血的一个独特的电视剧吧。我觉得昨天他们很细心，就是安排了这个戏。然后导演也很好，就是把我跟他的画面放在最后一个镜头。原来想会很兴奋，对啊，无数次的想过杀青那一天，从开机第一天就想，
真的杀青了吧，又五味杂陈。我的感觉就是一起奋斗我们9个月，像战友一样的那种感觉，其实也蛮特别的。《如懿传》今天终于杀青了。不说了，一说又得掉眼泪。哎，我昨天要杀青嘛，看到那个上面写张嘉倪杀青，我就想哭，就是不想在大家面前哭啊。这样如果你哭的话，每个人看到大家都会很难过，所以我们都会就是压抑住自己的情绪。突然觉得要告别的时候，你会真的有这种不舍，多年没有的那种感情了。杀青感言，我终于杀青了，终于拍完了，我终于不用演坏人了。其实真的还挺舍不得，你就会有一种失落感。有些经历，其实你人生中只会出现一次，因为这种默契度啊，真的是很难得。虽然故事精彩，这个大家也都合作得特别好，依依不舍，但是待在宫里，衣服太沉，头饰太重，规矩太多，还是宫外见吧。一部戏结束了，然后最后一个镜头是凝结在帝王夫妻最幸福的那段时光，很多人看了哇，好有触动啊。我想就是艺术的拍摄其实是一种不断的情绪的情感的凝结。当然，毕竟就是最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，所以还是挺高兴的吧。这个故事就特难过，哎，好像说完了。我操！来，1、2、3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如懿跟那个乾隆之间的这种感情经历吧，从两小无猜这青梅竹马开始。给，刚才给你拿的白玉双方酥呀，碎了。你给我拿的碎了，我也喜欢吃。你也吃啊？嗯。原来剧本前面部分我觉得不太满足，因为爱情是需要铺的。我们说兰因絮果，兰因在哪儿呢？如懿她曾经有过一个少年郎，他们曾经非常的美好。这是我一开始开拍之前我就跟编剧提出来的，就是给他的爱情一个起始的支点，让观众知道该怎么看这两个人，建立一个这两个人的关系，然后再往后走。其实像如懿和皇帝能给青樱这么一段情，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。开始。我内心总是看着他们这么美好的爱情，总是非常向往，又有一点点羡慕。哪怕你对所有人都要循规蹈矩，但是对着朕，还是可以保留青樱的性子。我最喜欢就是把她封为皇后的那个阶段啊，我们感情很好，然后那种状态是我很喜欢的。皇上啊，臣妾但愿和皇上此生长久，不相欺，不相负。好，此生长久，不相欺，不相负。有一场戏是我跟如懿，我们到民间去玩。预备，开始。出巡的头很简单，而且鞋子也是换成比较平跟的。2次微服私访，我觉得他是最开心的。因为晚上灯笼，然后江南水乡的感觉。所以我自然的在那儿，我就会很开心，你知道吧？就出去啦，就那种。哎，这工作天走的时候，对，上船的时候，来，咱们吃点吧，或者跟你说，我跟你说，咱们或者吃点，拦着他们，不让他们走啊！把脑子高的屌，官人呐，来尝尝我们的条头糕吧。对，这就是条头糕，我小时候吃过，好吃吧？只是有些粘牙，不比家里做的差。来尝尝。那是，连皇帝老爷吃了都连连叫好呢。皇上真的吃过呀？拍完那场戏以后就说，
宫里面关了很久，对，好像放风一样的。很长一段，这个都是他对如懿在他心里面都是很重。春日的樱花，夏秋的凌霄，还有冬日的梅花。善始善终，共看四时花开。我说过的，一定会做到。这段都挺美好的，这个是我还相对认同的这个爱情。但是人性的这些弱点吧，太考验婚姻了。虽然这个多疑到最后是毁了我们俩，可是，在过程当中，他作为一个国君，他必须是有怀疑的。就我们说爱情是需要经营的嘛，是吧？就是包括如懿也好，包括乾隆也好，如果已经没有心思再去经营他们这个爱情，那肯定就会出现问题。当然也很难，是吧？帝王的爱情太特殊了，它不平等了，就是一个爱情过程会慢慢的就是消失掉的。青樱红历是青梅竹马走向了互相猜疑、不信任。我觉得他其实是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心意，他一直爱着的一定是自己的那个弘历，那个少年郎。只不过最后大家都发现彼此就改变了最初的那个面貌。云彻哥哥，慢点跑，别摔着。凌云彻跟燕婉之间其实从小在一起长大，非常青涩的感情，非常甜蜜，两小无猜。跑得快点，才能和你多见一会儿啊。走。凌云彻对燕婉更多是少男少女之间那种爱情。真好看。但是我的一份心意。你看到里边。这里有一个云，云是代表我，这个燕子代表你。我希望我们可以永远的长相厮守，白头偕老。云彻哥哥，只有你对我好了。最初的那个两个人的那种都挺美好的，这种凌彻跟着他后边颠颠的那边拿着东西在，哎，我觉得蛮美好的那一段。大家都一样，都是天真浪漫的宫女，希望有自己的一份感情爱情。但是进了宫之后，因为燕婉的父母和弟弟的压力，迫使他必须要往前走一步。他正巧有这么一个机会，皇上确实是对燕婉有这样的想法。燕婉是凌霄花，第一个凌是跟他的初恋凌云彻的名字是合在一起的，霄又是云霄的意思。那它是一种攀援而上的花。其实燕婉就是这种攀附别人、不断往上爬的性格。皇上，奴婢还以为您是记得当年在御花园与奴婢说过的话。她如果是个现代的话，她觉得是个很现实的女人，抛弃了自己的青梅竹马的爱人。她还是选择了跟皇上在一起了。那我觉得从那一刻开始，那种青梅竹马就已经变质了。你说燕婉对凌云彻有感情吗？的确有，但是碰到现实的时候，他就会屈服。路是你自己选的，好好走下去。突然之间，观众看到的是，啪，我一跪，微臣凌云彻，恭送妃答应。他要在我面前下跪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心里挺心酸的。他就走了，在长街上就我一个人，他在远处走。哇，这其实是蛮虐心的一个状况哈。我认为燕婉心里只是爱的，爱的方式不同，他放在心里。凌云彻爱上了如懿的时候，他很吃醋。我觉得他就像天塌下来一样。他觉得我的东西，即使我不拥有它，你也不可以跟别人怎么样，就是还是很自私的。嫉妒，这就是一个女人的嫉妒心。你看到他为了别的女人去怎么样的时候，我觉得是个女人都会不舒服。一朵小白花都这么在意。
他怎么可以背叛本宫，去在意另外一个人呢？而且还是本宫的仇人。他也会更加不择手段，抛开很多私心杂念，就更加的残忍。其实想害的是如意，谁知道林明彻就一起推下去了。明彻哥哥，是我。对于魏延婉来说，他心里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就是林明彻了，唯一一点人性的东西就是和林明彻的感情。这个是红宝石里面成色最暗的，不值什么钱。但是我一份心意，这个人是我啊，林明彻，念的是你，不念的。我们3个人都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老乡，在逃难的时候相识，那就是一种患难之交。我对江宇彬呢和索性都是绝对的了解，建立的这种情感其实更稳固，也更容易理解对方。你找我？那，给你的，荣华高升。多谢你惦记着我。索性对李煜的感情其实是青梅竹马的那种友情，我觉得是没有爱情在里边，但李煜对索性有，就像是一个小男孩，就像一个初中生在暗恋他的同桌这种感觉。他会给他送点小礼物，然后默默地关心他，挺纯洁的一段爱情。索性，李煜，太贵重了。这些年咱们是共患难的情分，不在这些东西上。真是羡慕嘉妃娘娘，接连生子也是有福气的。你也羡慕啊？啊，谁不羡慕儿女福分呢？他慢慢的发现，其实索性想要的状态，可能我给不了。索性可能希望儿孙满堂，但太监根本就不可能满足这个要求。对于李煜来讲，他的身份很尴尬，他一辈子都走不出这个宫。他跟这些在宫廷里面的女人是一样的。我跟江宇彬是平等的，他们俩都是独立个体，但是相伴一生。我们俩都是相互喜欢对方，相互爱护对方，然后在患难的时候相互帮助对方，所以才能幸福美满。他们的世界里只有彼此，他们只看得见彼此。我会觉得心里就微微有点对不起李煜。微臣有一事相求，请说。不管索性以后如何，微臣都想求娶索性，照顾她一生一世。那既然我给不了你要的幸福，那江宇彬这个人我是信任的，他能给你要的幸福，那我就祝福你。恰在意，你要好好照顾索性。其实剧中最幸福的也就是索性吧，就他跟江宇彬2个人白头偕老。索性，你们的喜事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索性，京郊有50亩良田，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，可不许推辞啊！哎，其实我蛮感动的。原来有个设想，就是让如意重新又跟江宇彬和索性他跑出去了，是吧？然后过那种田园牧歌式的那种生活。江宇彬、索性的爱情，那是比较理想化的。燕婉和林明彻是蛮现实的一对，就是感情是会屈服于现实的。我觉得我还比较喜欢索性和江宇彬这种相濡以沫、淡淡的这种感情。如意是他和皇帝要去经历的，就是他跟皇上说的那个来因是果。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出发点，因为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，我们做了一些选择，这就是人生。在江宇彬和索性身上寄托的那种平凡踏实的普通人的生活，是如意的向往，我想也是所有人的向往。后宫的这些女人，因为她们唯一的只有皇帝一个，就是他们的感情宠辱都在一个人的身上。因为本身这样的一夫多妻的设定，它就是一个不平等的基础。其实宫廷后宫也是这样，
它很华丽，很奢靡，但是真正每个人的心酸。婉华是一个非常非常贤惠的一个女人，非常的爱乾隆，这种爱是夫妻之间的爱。我跟孝贤皇后的话，可能更相敬如宾一些，但是我心里面还是很尊敬她。你的丈夫是一个皇帝，他必然是要把国家的利益放到第一位，而你作为一个皇后，必然要把国家的安稳、后宫的安稳放在第一位。朕希望你能够管束后宫。臣妾明白，只是臣妾无能，只怕做不好。怎么会呢？你贤惠大度，只要用心做，怎么会做不好？皇上对臣妾的期许，臣妾都记在心里，绝不敢忘。好。婉华喜欢乾隆，但她也很看重自己皇后的位置，所以她就一直在这种两种心态下就是矛盾。其实我们不能拿现代的女性去看待兰华，她毕竟是一个传统女性。兰华是一个好母亲、好妻子。就是有一场皇上生了疥疮，我去养心殿照顾她。我觉得兰华没有机会让她表现深深的爱皇帝的这种戏份。皇上，你醒了。就一说完那个话，我就哗眼泪就掉下来了。只有那样的情形，观众才能知道兰华爱皇上有多深。我觉得我的母亲是想要得到爱，但是可能种种客观的因素导致她不能，她必须要取舍，要放弃。皇上，你很久没有叫过臣妾的名字了，你还记得臣妾的名字吗？就在这么一点点细节里面，他才会体现出这个女人对于这个男人，她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寄望的，但是她也知道这种寄望就是少的太可怜了。越想拥有它，越想得到它，你就是离那个东西越来越远，不要太执着。越想要事事如意，越是不能把握住很多的事情，到最后全盘结束。皇上。把永璜托付给你。臣妾多谢皇上。苏丽云其实是先帝指给皇上的，就是说这个女子善生养，她的婚姻就是父母之命吧。她也知道皇上没有那么宠爱她，所以她也知道她在这个宫里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她的孩子。我朝一直有立贤之说，用成年长出色，用机智嫡子年少无知，使他太子之位就归了永成，我的日子我觉得他对乾隆是有很大的畏惧心的，所以我觉得他在皇上面前是小心翼翼的，所有的说话、言行举止，其实都是在讨皇上欢心的。是真的，我公主。自从臣妾成了何家公主8年了，终于又有了一位公主，臣妾恭喜皇上。苏丽云本本分分的是吧？过日子型的，她也没有什么更高的奢望的。贤妃要是爱吃酸的，不如臣妾给她送去。要送你自己送，不必告诉朕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喜欢乾隆的，因为乾隆又很帅，又很风流倜傥。但是苏丽云是属于那种，我虽然很爱你，但是我也看清楚了你其实对我是可有可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，那么我也就往后退，就是安于这样的现状，去维持这样的生活。本宫还以为贤妃宫里春色常驻，一日也不大。皇上自会告诉你知道。我觉得前期乾隆还是很喜欢高熹月的，因为高熹月是宫里弹琵琶的一把好手，皇上又特别爱听琵琶。然后高熹月又比较会撒娇。那皇上这2个月，我想着什么钱？你猜？臣妾不猜。自然是有的。进宫以后，他每天都是在想怎么能得到皇上的心，能多得到皇上的宠爱。
他最后觉得皇上对他是最重要的，比他自己都重要。那个时候也是高希月特别想生孩子，然后去保住自己的地位。皇上虽然是也很宠爱希月，但是我觉得他只是可能面子上要过得去，有可能是单方面，就可能是希月对皇上一往情深。那场戏，当我一直在等他，大概将近4年吧。我原来以为就这个我深爱的男人来了，但是我看到他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这个男人眼睛全是冰冷的，是陌生的。他已经不是来跟我谈感情的了，就实在没办法，最后来跟我见这么一面吧。我觉得他整个心都凉了，他还是对皇上抱有一丝的那个希望跟幻想吧，但是皇上没有帮他，一句都没有。他突然就觉得他活着这一辈子最后那一点儿希望都破灭了，很撕心裂肺的一场。臣妾谢皇上。车婉英是一个非常简单、脸皮非常薄、很害羞的一个女孩。你来了半日，怎么连话也不说一句啊？臣妾笨嘴拙舌的说了。我最喜欢的是有一场剧，就是皇上爱上相见了，然后呢，有一天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，默默地看着相见的寝宫。然后这时候那个如懿走过来了，她说：“你在等皇上？”我说：“是，也不是。”我说：“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对皇上的那种心意，可能皇上都不知道。”俊姐就说：“那你为什么不去告诉皇上？”我说：“没事儿，喜欢他放在心里就行。”觉得就还挺打动人的。婉英是那种你在他身边，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，就是爱得太深了，反而会很难去表达。就是我爱你跟你爱不爱我没有关系，只是我内心一直爱着你，不论你做什么我都会爱你，甚至说我为了要安慰自己，我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充实自己的内心，比如画画呀，比如去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事儿呀，比如说我心里想着我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皇上，只要皇上开心，那我就是最大的满足。孝贤皇后做的一切，朕甚是感激。朕看得出来，你是个有心人。臣妾平日也没什么能跟皇上分享的，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。其实，这是爱的最高境界，不是简单的粉丝对偶像的喜欢，而是发自内心的、很深刻的一种爱恋。就是我只是用我的方式默默的爱着你，我爱你的所爱，爱你的所痛，爱你所有的一切。曲有误，周郎顾。白羽姬是怎么样吸引乾隆注意？他弹琵琶却故意弹错。有个音错了，是谁啊？是奴婢。自己大胆的跟皇上接近，成为了乾隆他那个登基以后第一个的新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姓白，名蕊姬。为什么他选择白羽姬不选择高希月？因为高希月棋艺很精湛啊，他根本就不需要乾隆来点拨。乾隆喜欢这种自己能够点拨一下的这种心情。你这弹的是胡笳18拍吧？皇上好。他这个时候他肯定心里面就是会觉得，哇，我现在很得宠，我恃宠而骄。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现在做的一切，人家会觉得他很傻。但你收下离开，看你还敢怎么起？后期不就是他嫌弃我生了一个怪胎吗？就基本上就再也没有得宠过。梅嫔的梅跟没有的梅放在一起是一样的，因为最后他死掉，皇上并没有给他办任何的丧礼，
那只是白布一裹，所有的人都忘了我，感觉就像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。像奕欢啊，他对皇帝的那种痴情，他是真心的爱，粉丝般的那种。自从我第一次见到皇上，我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能靠他那么近。如今真的能在皇上身边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其实我在这众多的婚姻关系当中，我还是最喜欢奕欢的表达方式，因为我觉得他很真实。他先是崇拜皇上的诗，崇拜皇上博学，再到看到皇上的样貌，对这个人的爱就更完整、更立体了。那个之后就一辈子也没改过。你说他这个一见钟情那一刻起，我记得导演跟我说过，说奕欢是一个他一辈子一直到他死的那刻，他只要想起他第一次见到皇上的场景，可能他都会哭的那个人。乾隆就是他的梦，是他的神，是他的一生啊。开始。一直到他孩子死之前，我觉得他在宫里的生活，他的心情都是幸福的。奕欢最在意的就是他的这个梦啊，就是乾隆这个人。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，然后很直率的，是一个在感情上有洁癖的这么一个女人。所以她不能够接受梦破碎了这个事情。皇上嫌你是内科男，是太后的人，所以他给你喝就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人和最重要的事儿都已经破灭了，只是他的爱带有一些很特别的色彩，跟旁人所不能够理解的这种盲目痴情，但它就是爱情。第一次见到世子时，我便被他的笑容打动了。他笑起来那样温柔，我从没看过那么好看的笑容。那个人是你的初恋，是你很多年前年少无知、情窦初开的时候刚见的那个人。第一眼你可能觉得那个是爱情，我觉得世子是他的一个梦想，永远没有办法去实现的这么一个梦想，但是一直留在他心中。你一直念念不忘的，觉得可以为他去死，可以为他去什么都去做。皇上，皇上，这是我呀，皇上。其实他跟世子的交集并不多，可能只有一两面之缘这样。他是个很重感情的人，让他放弃什么、做什么、拼什么，他都可以。我又在哪？在哪？主儿，你刚才产部的出去，放开我！结果到最后来，都像个笑话，自己像个傻子一样。因为我觉得其实韩湘剑就比较特殊嘛，大家都知道这个人物也是非常传奇的一个女子，她相信真爱吧，因为她内心有她最爱的韩琦。自己心爱的人没有了的时候，她也想着就是要自杀。但是他又在相见和韩琦的感情里面看到了曾经的自己和弘历。你若是说这些的话，本宫也懂了。本宫也不上是现在情绪。在那一刻，可能给了他一种力量，多了一个精神上的依靠吧，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他们之间会有一种了然，一种知己。你可想好了，这一碗要喝下去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了。没有什么可后悔的。他到后来
为了保留他内心对韩琦的这种思念，或者说是对他那份爱的虔诚忠贞吧，他就愿意永远不要生孩子。孩子是要跟自己心爱的人才可以产生的这样一个结晶，所以我不能跟我不爱的人生孩子。你肯吃了性子，真是想起了从前的如意。是吗？那用不了多久，皇上就会像嫌弃皇后那样念起臣妾。韩湘剑在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，她对自己爱情的追求，我觉得可能和现代女性是比较相似的。现代女性可能会更加追求自由一些。臣妾问皇上安。你都跟着那么久了，怎么见了朕，还是那么怯生生的？我觉得海兰是属于那种我要收起我所有的这个棱角，然后做一个与世无争的人。她对皇上也没有太深的感情，她不像就是其他的女人。她其实就明白宫中的那些感情是这样的，她会一个一个来信的。就是你如果真的投入了，你爱了他，你就会受伤的。尽忠职守，任负他头领之位。因为后宫很多人是对皇上有情的，但凡有情就会计较很多事情，反而没有情感的人不会干扰到他的情绪。他算是众多妃子里面就是理解他蛮理解乾隆的人，那但是他不会跟着他对着来，那很多事情他会用他的方式去处理，这样。那所以乾隆也理解他是一个特别明事理的人。我觉得他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对乾隆有情的。我觉得有点互敬互重，就是相敬如宾的感觉，对。但是我不爱他了。我喜欢海兰，因为我做不到她那种境界。她对男女之情是看得非常的通透、明白，从来不抱有期望，她就不会失望。她是自己本来很软弱的，但她为了如意，她可以改变，可以自己坚强起来。其实，已经超越了姐妹，比亲人都还亲的那种。海兰是对如意的情，她帮如意做这么多的事儿，出于情。互相知道为对方，就是对方做了一些事情跟自己一样，然后如意知道海兰是这样子可以冒死去救他的，我觉得那个信任感是非常坚强的。海兰是因为我跟如意是好朋友，然后也帮过他跟如意，所以也会把我当成朋友。其实我跟凌云彻中间又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，其实会有一点点小吃醋的比较。我觉得只要是很好的朋友，只要是人都会有那一种心理上的难过。我们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也一直在讨论，到底说如意跟凌云彻之间的感情建立是在什么时候？凌云彻对如意呢是守护、懂得、关心，但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凌云彻，你还是收下这鞋垫吧，我缝了2个晚上呢。我是想多谢你的救命之恩。看到凌云彻在冷宫对他那么好，救了他的命，你说喜不喜欢他？我觉得喜欢，但是是什么样的喜欢？你对对方，你是可以安心的信任的一个人，所以他对如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。如意对凌云彻有没有爱情？我觉得没有。对于如意来说，凌云彻就是一个在他绝望和低谷的时候陪伴他的人，他的爱情永远是属于少年红利的。他从小是个冷静的人，他知道是不可能的，就是你根本就不用去有这个念头，都没有，就是说到不了的。曹操的一样的错误就是他的行为。当时拍时候还挺兴奋，但是呢，第一个镜头拍完了呢，又很沮丧。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，让你绝望是吧？我们那么长的一个戏才拍第一个镜头。
你也是，你也有罪啊，跟你说了，你还说是我从艺以来拍过最长时间的一部戏，基本上经历了春夏秋冬。从穿短袖、穿小裤衩，女生穿裙子，到这个最后我们捂着军大衣，再到后来我们又开始逐渐把上衣和这个秋裤、保暖裤都脱了。其实就是在精神上，因为时间太长，起初的激情呢会慢慢的会被消磨，但是呢，我们这样的工作呢又必须得保持这种激情。停，没更好，停，更好。从来没有过一次就是说，哎，可以松懈了，可以放松了，可以休息了。那个不用你说了，那个谁说你说最后一句报上去就行了，预备。包括对剧本啊，包括对演员的表演上，有时候不那么顺的时候，蛮沮丧的。停。自我的一个调节吧，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大的难度。我还是一个蛮有耐力的吧，我觉得还行。说再来2月，好像也还能拍。停，好，过了。好，行，过。他走过来后，他走到这儿，看这个这距离，这个。行，好吧，那就在这儿了。我的风格呢，我是希望在现场能让所有人感受到的气氛是轻松。张哥，你要演什么？张哥？我要演那个乳母嬷嬷。所有人放松了，才会更好的发挥自己的能量。国浩，来。哎，我去，看我老公快杀了我！今天这么多人，为什么来这么晚？如果说人生1年1部的话，我觉得他最起码他是让我往前走了5步。这一部戏，你就往房堂那一走，就往那边走。苏联为了年轻人就炸给了。因为《如懿传》，我结了婚，我有了孩子，写《如懿传》。拍《如懿传》就是又新学到了很多东西，每一次接触不一样的人，也会接触不一样的演员，从他们当中去感受到一些你觉得好的东西，那你就留在自己的脑子里面，是吧？就做一些沉淀。我觉得咱们这个所是特别认真、特别执着，就是对工作一丝不苟。这一点，我挺感动的。我从剧以来拍着时间最长、最严谨的清宫剧，相当于我们是感受了一个朝代吧，是从方方面面各个细节来了解清朝的这种衣服的这各种样式啊，然后它的工艺啊，然后还有它各种细节的东西，我觉得特别的开心，因为我们非常难得有机会这样系统的来学习，来感受这样一件事情。大家能够通过衣服、通过造型，能够看到这些后宫生活的喜怒哀乐。就是这么多细节，这么繁琐的这种工作量，还是值得的。那个衣服摆在那，就真的像一件艺术品戳在那儿一样。所以说，我们想要这种感觉。为毛那么多？有一些就是观众啊或网友啊，他们就是说设计的这个造型呢，是他心目中的那个角色，或者说他们觉得很美，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。一开始你是想象的，然后你见到本人的时候，你把它整体造型都做完之后，这就蛮开心的。跟杨涵叔合作就是我喜欢跟着他，因为他给人感觉就是永远就学不完东西。每次都有创新的。阿叔每次跟我们说，就是你爱护衣服，就相当于你爱护这个演员。这应该是我10几年来最大的一次挑战吧，真的也了解了不少。细的去绣它，新娘找那种清朝的服装也改变了现代的一些理念。我觉得组里主创部门啊，他都是一个特别较劲，自己和自己较劲，完美了还要更完美，就是这种追求。最大挑战其实可能是我自己克服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障碍。这个难做的这件事情的时候，要考验我自己对清这300年的历史当中，我自身的文化的一个积淀。和哪些东西我无法逾越的地方，
我能找到一些更适合我自己的一个表达，可能这个是特别困难。最大的挑战还是找到一个属于这个戏的独特的一个美学观。只要完成我们心里面的这个要求，这是唯一的衡量标准。这个基础就是大家对于美的感受力很接近，它这个美学原理非常的相近，彼此沟通起来很容易就达到共识，那这就是顺畅嘛，默契。人生的正八经的第一部轻功戏，从完全没概念到现在，我觉得是一个信息量非常大的一个储备。这里的酸甜苦辣这里付出以及回报挺多的，真的是可能要聊这个要聊好多。我们的道具兄弟们还是比较心灵手巧，又很辛苦。他们都很夸我们的道具做的饭很好吃，那个宫廷的点心啊，一道一道。备，放，走。我操！1、2、3，拉远。对，基本上咱们做的菜都可以吃了，都是我肯定会保证它的新鲜度。其实我最想呈现出来的是什么呀？就是一种家的感觉。印象最深刻，我就觉得拍关机那一天，我说哇，《如懿传》也可以关机了。对啊。终于关机了。弟兄们的配合，以及自己对自己的又一个成长，牵扯到很多东西，弄一个完美的结局吧。经验就是，以后我再也不认为外面什么戏是个大场面的戏有多难拍了。凤船位置再往前，兵船在龙船的两侧。当这个镜头拿到手，从无到有，这种成就感，就是对制作人员他是一种内心的一个满足跟愉悦，更认识到自己原来我还可以扛这么久，或者说是专注这么久吧。我们的器材已经基本上接近电影了，算是比较值得花本钱下去的了。不好了，我们家贵人见当红了。轻功戏现代的声音不能有，车声、喇叭声、人声都不能有。条件呀，需要比现在需要苛刻一点。你要知道，在横店这么一个嘈杂的环境下，保持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，没有人发出声音，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阿亮，开机。给了我们演员一个非常好的创作环境，那我们只要用心演戏就好了。我和我的这个礼仪指导的团队经常说，我们是《如懿传》和故宫的搬运工，也是穿越的红楼寺的官员。出来的队形呢？如懿出来的队形就是如懿在中间，旁边呢？不，他就后边就跟了6个福晋3宝，他们都在外边跪着。已经跪着。对，已经跪着。开始。我觉得它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整个清朝的宫廷皇室生活的这些面貌，希望就是这部剧最终展现出来的一个效果。刀拿住，人都稳，手不要晃，正常往前走。因为礼仪它不是一种单独存在，它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，由心而生的一种敬畏。没有任何人能还原历史，那我们在尊重历史的情况下，尽量做到离它最近。我希望用视觉能够把观众提前带回到那个年代，带回到那个场景，因为照片本身来讲，它也是时间最好的讲述者。因为讲的也是清宫里边的事情嘛，这个时候难免会想到老的照片。像老照片的那种怀旧的那种感觉，黑白片的那种感觉，它的光影效果也是非常的有质感，每一个首饰，包括衣服上的每一个细节，拍出来都非常的震撼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你都会觉得真的是你也会回到那个年代。我们就是从历史走过来的，清宫里面走过来的妃子们。我觉得从摄影的技术上来讲，也是一个从古到今
年代和年代的对话。好，再来最后一个，来1、2、3。为什么说是《如懿传》大家庭？就是每天我感觉我过来上班了，然后门口有一个小贴士，每天满满正能量，先迎接你。因为每个人他的每天的一个状态跟心情可能都不一样，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东西的话，就能稍微把他的心怀打开一点。然后呢，每天有那个今天什么事，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温馨，然后打得特别好的鸡汤戏。我觉得这部戏人情味更重一些，各个大家在现场的工作状态，还有跟各部门的同事之间打交道，也可能是因为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就是感情会更深厚一些。我觉得记忆深刻很多，真的很多，包括跟演员啊什么的，他们的每个摄影拍摄啊，有的时候飙戏什么的，都特别让我感动。我越来越发现，思维越来越开阔了，然后能量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有担当了。我觉得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比以前强大。失去的是时间，失去的是体力和汗水，但我得到的是承诺和成绩，然后还有就是不断的自我的改变。希望呢，大家不仅仅是了解到《如懿传》的演员、《如懿传》的戏、《如懿传》的导演，可以了解一下在幕后为这个戏努力的这些人们。所以挺感谢这些主创，感谢这些所有的工作人员。我觉得他们为这个戏贡献了很多，也很敬业，也很专业，而且最重要是他们对这个戏有热情，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难能可贵的。但是一部作品究竟能希望获得什么样的成果，我就希望这种力量能够传递出去，让更多的观众感受得到，这就是我们最大的追求。停，好了，过了啊。我觉得这部戏还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，因为很少有戏拍那么长，然后大家要一起生活8、9个月，然后包括每天的相处，还有你对你的角色的，因为时间拉得很长，所以你的进入的一个状态是挺难忘的一个戏。私底下就是我呀，包括张嘉宁，就几个妃子，我们比较差不多大年纪的嘛，我们都会嘻嘻哈哈，就很开心。我很珍惜这份友谊，挺舍不得的。我已经想着拿旧年的衣裳换钱了，那接下来是不是要动咱们的体己了？戏外非常的热情，心地非常善良，然后我们俩特别聊得来。我们俩在现场经常就搂在一起，因为这样可以互相支撑，觉得站起来没那么累。我们3个基本上是连体婴的状态。拍戏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个戏给我带来的一个，你能拍这么长的时间的戏，然后收获了一个作品，还能收获一个好的伙伴、好的朋友，多好啊！但现在还没死呢吧？身为人士的皇上欢心呀。每一次拍那种大场面的时候，就真的像宫里面开了茶话会一样，就各种聊天。晚上之后便去为你送亲祈福。哦，不是我，看错了。皇上特别爱聊天而已，但是就是属于那种平常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，然后就默默的，别人说到什么他就偷偷的笑，然后我们就老说他在旁边捡乐的那种人。私下我不是叫白蕊金吗？他们又给我起外号叫白切金。那他们还有海兰叫兰兰，那个高希月叫月月，皇上叫上上。说兰兰你在哪里？绿绿你坐哪里？这现场其实是很好玩的。我在宫里时间长了，有的时候拍完戏，我别的朋友跟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有的时候会说，比如说什么，甚好，我说若是怎样就怎样。我觉得《如懿传》台词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用语了。那天我问他，我说：“哎，玉云姐姐，那天韩香见来了，跳那个舞好看吗？”他说：“哎呀，好看，特别好看。”我说：“怎么跳的？你给我学一下。”
那个跟跳啊，就可美了，就这样。我觉得感觉出来的声音就是狗啊！哎呀！小川特别搞笑，怎么那么搞笑？我到现特别的拗口。如果很多人的名字和职位放在一起的话，我觉得是一个特别难记的一件事情。但是有些人名真的很要命，什么科尔沁的寨桑根敦大人，就这种就是你就绕了半天，包括嘉贵妃、嘉贵妃，就很容易就说嫖。开始。皇上要将孝宣皇后东巡时所居的大船清血运回京中保存。预备，预备，预备。而且每个娘娘又每个时间段她的位分不一样，有的时候是常在，有的时候是贵妃，有的时候是妃。哇，我记得她是嘉贵妃，结果明天拍的戏她又变成嘉妃了。我说到底，因为每天拍戏也是乱的嘛，就会真的这个很难记。而且皇后经常要所有的人说个遍，对，然后就会在记名字上面就一直在不停的去看他这个阶段叫什么，然后还要记住啊，他现在是常在啊，那个是贵人，对，就是稍微累一些。传皇上口谕，4阿哥永成早已成年，命即刻出居宫外府邸，无事不得入宫。就刚开始压力非常大，就整个状态就集中不了，就是很多东西要去想。我经常会因为说我晚上这个词背不下来，我会哭在屋里，我会哭，我压力特别大，然后我就给我朋友打电话，我说怎么办？哭完以后打完电话还吭哧流着眼泪背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内心变强大了。多少题？专一没评分就放手。好的，老师。完全没有。